据媒体报道，桥头镇东福南路一饭店发生爆炸，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，儿子？不好了，房子要塌了，快跑！快！妈，好疼！小姐，别怕，爸爸妈妈都在。爸！哎，天朗啊，你爸妈发大财回来看你了，快去！啊！这小子。这就是咱们家老宅。这门啊，今年刚刷的呢，你看还能认出来吗？还是那样的呢，哥，记得吧？爸，妈，你们回来了。长这么大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还有点重要的事。对，听说村口开了饭店，走，来，去那边。如果爸爸知道我考上了这么好的学校，一定会开心的。爸妈，听说在老家的大哥学习很好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又没考好。傻孩子，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回头妈把你送出国留学镀金，回来呀继承家业。你哥也就是个死读书的，没用。可是我们都已经回家了，哥哥他不会跟我抢家产吧？他要跟你抢家产，我们就跟他断绝亲子关系。我衣锦还乡，理当披赈家声，责备乡邻。所以这次我是特意回来重新修缮祠堂的。原来他们回来是为了修缮祠堂，而我留守在家10几，满心欢喜等来的团圆，只是他们的士兵。原来我一直都是最多余的一个。你受这么重的伤，父母去哪儿？怎么也没人来照顾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。咱们妈，秦天朗，你一声不吭的死哪儿去了？你弟弟受伤住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来医院照顾你弟弟。可是我。可是我也受伤了。这个家里被放弃的选择，从始至终只有我秦天朗。我决定了，10天后我就出国。把这些全都搬出去！什么破地方啊，像猪圈一样又臭又脏的。看你奶奶把你哥带的这么大个人了，
也不知道收拾这屋子。你们别愣着了，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出去，还这树我给我砍了，乱七八糟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弟弟妹妹啊，在城里住习惯了，这一回来看这房子，他们住不惯，所以我就找工人啊收拾收拾。你正好在家，一起帮忙收拾吧，把这些全搬出去。你放下！是，老乡环境是不如你们城里，可是这样的环境我生活了10几年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要是不想住，可以走。混账东西！耀杰住院这么久，没见你来照顾，现在我们回来了，你不但不招待，还想赶我们走。早知道你这么白眼狼，就不该来看你。不该回来看我吗？可是这些年你们回来过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天朗，爸爸妈妈要进城打工，你等考了满分，我们就回来啊。天朗，爸爸妈妈电话，来。天朗，爸爸妈妈今年工作忙，就不回去陪你了。你乖乖的跟着奶奶，要听话。奶奶陪着你，奶奶陪着你啊！小宝，哎呀，再忙再累啊，爸爸妈妈都要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呢要团团圆圆。天朗，我们今年放假要带弟弟妹妹去旅游，就先不回去了啊。又是1年，整整12年了，妈妈和弟弟妹妹还没有回来。哎，你们几个过来，把这间屋子给我拆了，我要做成游戏房。你不许动！你在这装什么孝子贤孙呢？爸妈说了，老宅任我折腾。就算我把奶奶的东西全烧了，爸妈也只会夸我烧得好。赵姐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，哎呀妈！哥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！住手！住手！耀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不怪哥哥的，是我上次的伤还没好，痛，怪哥哥。疼吧？景天朗，耀杰是你弟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爸，我没打他，他要拆奶奶的房间，我从小就是我奶奶带大的，这是我奶奶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，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不拆？你弟想拆就拆。再说了，你奶奶都死了这么多年了，留着破房子干什么呀？大哥，二哥也是奶奶的孙子，奶奶不会怪我们的。真的不能拆！行了，别废话，进去拆。你不许动！行了，别胡闹了，弟弟想拆就拆吧，他身体不好，你当大哥的，让着去。进，把那破箱子给我扔出来啊！
还那凳子，都给我扔了。等一下，什么玩意儿，画的这么丑？不要！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。你们把这收拾一下，要不然一会儿你再伤着脚。小杰身体不舒服，先进屋吧。把全家福挂在这里，那边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哎，这边高了，那边这边高了，行，可以了，好了，那咱们去看去吧。最好吃，连全家福上都没有我的位置。我们辛苦了！我最爱吃的辣椒炒肉了！你已成功被澳洲奥斯顿大学录取，请亲自确认。距离入学还有7天，请尽快办理签证。7天后就是清明节，我马上就会永远离开这个没有我一席之位的家。哎，珊珊啊，这村里太无聊了，我开爸的车带你去镇上逛逛吧。哎，姚姐，你不能偷开爸的车，你还没成年呢，也没有驾照，会出事的。我爸的车我想开就开，轮得到你一个外姓人在这多管闲事儿？上一边去。珊珊，你别跟姚姐一起玩了，会出事的。哦，好吧。珊珊，我去算。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弟，不能让他出事。姚姐，天皇，快下来，太危险了！姚姐，姚姐！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妈，是哥哥。哥哥他非要开车带我和珊珊去镇上逛逛，他会出事的。爸，我没有。我们才出去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带着弟弟妹妹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，你反了天了！爸，我没有。天朗，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拿弟弟妹妹生命开玩笑吧？我没有。哥哥，我和珊珊都已经劝过你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珊珊，你快跟妈妈说，不是我。珊珊，你说。是大哥非要带我们去的。分明是你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狡辩？
难道你弟弟妹妹会一起诬陷你吗？天狼，你给你爸道个歉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我没错，都是你奶奶把你给惯坏了。你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翟家的人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是没教养，怎么了？从你们回来以后，我做什么我都是错的，你们就只会怪我没有教养，怪我奶奶没把我教好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啊！你们一声不吭，把我扔在这里10几年，你们管过我吗？火锅店爆炸，我在医院里住院，关心过我吗？他是你们的亲儿子，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。也是，毕竟我姓齐，你们姓翟，我从来就不是你们家的人。现在又多了个老二，我们还要交纳超生款，我们上哪弄钱去啊？小的刚出生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不如给老大改个姓，户口就挂靠在隔壁村，让他跟奶奶一起生活。可是，爸爸，我要改姓吗？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爸爸答应你，等以后日子好了，一定把你接回来，让你啊认祖归宗。天狼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你的亲生父母呀！你闹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这个性命。我回来的时候早就安排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带你去镇上把名字改回来，以后别再使性子了。天狼，你也长大了，懂点事儿。你爸也说了，这次回来把你名字改回来，咱们说到底也是一家人啊。幺姐，你腿没事吧？要不然上车，咱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走，上车。啊！我腿刚才受伤了，弯不下去。天狼，要不委屈一下你，上后备箱坐着，这路也不远，一会儿就到，行吗？天狼，这改完名，户口迁回家，咱们一家人以后可不许说气话了啊！这里面有户口，还有其他资料。里面我已经沟通好了，你自己进去，把户籍和姓名改了。我带药杰他们去医院，一会儿来接你。你的护照也办理好，请小青拿好。谢谢啊。你是天朗吗？你不认识我啦？我是舒淇奶奶隔壁的翟姨啊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翟姨好。听说你爸妈要修缮祠堂，还要带你认祖归宗，你小时候总哭，
天天吵着要爸妈，我们看着都心疼。现在爸妈终于回来了，你也算是有了归属啊。破地方啊，像猪圈一样又臭又脏。嗨，何太这么大人了，也不知道收拾这屋子。你们别愣着了，把这些都给我扔去，还是树我砍了，乱七八糟的房子他们不惯，所以我就找工人。打工那么多年，终于衣锦还乡。现在你能回到他们身边，生活一定过得也很好吧？现在都能一块出国游了。出国，只不过不是一家人，是我一个人。那祝你们玩得愉快，孩子。有空记得回翟姨家吃饭哈。谢翟姨。护照办好了，机票也买好了，是时候要离开了。这次体检啊，虽然发现大的伤病，但给你们买的补品，要记得吃。知道了，谢谢爸。唱着歌呢，我们。你怎么在出入境管理局出来？户籍改好了吗？改好了。姓氏改好了吗？改好了。那就好。3天后，清明节祭祖，就是你认祖归宗的日子，好好准备，别给我丢人。上车吧。大哥，爸非要给我买这些补品，你恐怕是没地方坐了，要不还是自己走回去吧。老大，你打车回去，回头我把打车钱报给你啊。什么时候把门锁换了？妈，你们在家吗？妈，帮我开开门！天狼，我们有事儿今晚不回来了，你好好看家。下雨了。这样的情况好像以前也有过。天狼，爸妈有事儿要先出去，你听话，别走开。我会听话的，我等你们回来啊。快走吧。爸爸，妈妈。
跟奶奶回家啊！我不要回家，我要在这里等爸爸妈妈。天哪，不哭了，不哭。冉冉，我好想你。天狼，妈，大哥，天狼，你怎么坐这儿不进去呢？我没有钥匙进来。我不是让耀姐留门了吗？耀姐，怎么回事？妈，我是看这乡下人素质都低，我怕家里进贼。况且大哥他不就是淋了点雨，最多生个病又死不了，怎么家里丢东西抢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大哥呀。行了，昨天为了让你认祖归宗，回到族谱，我们才托关系请人吃饭。族长已经答应了，让你回归族谱。作为我们家的长子，你应该有担当。这件事儿虽然是你弟弟做错了，但你作为大哥也要有点包容。马上就是祭祖大会了，赶紧换身干净的衣服，去祠堂。村里的长辈都会到，不要给我丢人。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咱先去，去换件衣服过来啊。大哥，今天你可是主角，我们在祠堂等你。快点啊！你们等不到我了。奶奶，我考100分了。爸爸妈妈可以回来看我了吗？天狼真棒！天狼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天狼需要考很多个100分。哦，只要天狼好好学习，爸爸妈妈呀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那我一定好好学习，让爸爸妈妈早点回来看我。好孩子。爸妈，听说在老家的大哥学习很好，对不起你们，我又没考好。傻孩子，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回头妈把你送出国留学镀金，回来呀继承家业。你哥也就是个死读书的，没用。我就算做得再好，也不过是徒劳罢了。我考100分了，爸爸妈妈可以回来看我了吗？天狼真棒！天狼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天狼需要考很多个100分，爸爸妈妈才会回来。只要天狼好好学习，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。那我一定好好学习，让爸爸妈妈早点回来看我。听说在老家的大哥学习很好，对不起你们，我又没考好。傻孩子，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回头妈把你送出国留学镀金，回来继承家业。你哥也就是个死读书的，没用。
天狼啊，你要记住，翟家村是生你、养你的地方，这里是你永远的土和根。落叶要归根。我的心。奶奶，您跟我说的落叶归根，我都记得。只是这方寸无言，已经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孙儿。孙儿不孝，要去找自己的一方天地了。我思上天，苦海人间，才让你提前。奶奶，这一路山高水远。往后，孙儿不能时常来看你，你在那边一定要好好。孙儿要走。祭祖仪式正式开始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翟氏第8代人字辈翟建仁之长子，风雨飘摇18载，今族长翟德志率祖宗子孙潜心祭祖，愿祖先准孕其子，归宗入族谱，承翟姓，续家族荣光。后辈翟建仁，愿散家财，但求长子总管于朝。更名翟天朗，愿我翟氏先祖庇佑，万事顺遂。秦族谱，有子秦天朗3拜先祖，认祖归宗。翟天朗，不是说让他换了衣服赶紧来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？他一个小辈一点教养都没有，难道让村里这么多长辈都等他一个人不成？翟天朗，
哥哥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，所以才不来的？别这么想，绝不可能。认祖归宗是他这10多年一直想要做的事，不可能不来。天朗人呢？爸，天朗哥走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天朗他不可能走，他不一直想认祖归宗，把姓改回来吗？珊珊，你慢慢说。妈，我亲眼看到大哥走了。爸妈，大哥他不会是还在生气，所以故意装的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去跟他道歉。混账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有没有翟家？今天是祭祖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竟然敢胡闹！给这个逆子打电话，你滚回来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没人接。那一次，全村人都在等他认祖归宗，他却玩消失，我的颜面何存？诸位，今天是我翟家人教子无方，我一定把他找回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组长，抓紧时间找人吧，认祖归宗之事，改日再议。好吧，我们先回家看看。我就不信金天狼他真敢离开。天朗，珊珊，你哥坐的是这辆车吗？我没记清楚车牌号。我们先回去看看吧。好。秦天朗，给我滚出来！我那天看见他在出入境管理局出来，他会不会出国了呀？不可能，他才多大年纪，顶多是被咱们说几句，记性大，闹脾气躲起来而已。我就不信他还敢一个人出国。爸妈，天朗哥的房间在哪个？我们去找找看吧。找啊！我好久没回来了，这天朗住哪间，我也不知道呀。那就一间一间找。好。没有，没有。那间房，走。
天狼，你在里面吗？天狼，大哥的房间怎么这么破？被子这么薄，这床也这么差，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这些衣服怎么都这么薄啊？这些年我们也给天冷寄过钱，他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的了？那个是大哥的本子吗？2015年2月18日，这是爸妈离开的第2年，我好想你们。今年的年又是我和奶奶过的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2016年6月25日，爸妈，我今年又考了满分。你们不是说等我考了满分就回来看我吗？你们人呢？2025年3月20日，爸妈，这是你们离开我的第4413天，你们身体还好吗？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为你们尽孝。2025年3月27日，12年了，爸妈终于回来看我了，我好开心能一起吃团圆饭，可他们却连副碗筷都没有给我准备。我才知道他们这次回来是专门修缮祠堂的，看我顺便而已。后来爆炸了，我看着他们都在揪要钱，可明明我也在啊！房梁砸在我身上，真的好疼好疼。是啊，那天餐厅爆炸，天狼也在，可是我们没人管他。2025年4月1日，我是这个家最多余的人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要走了，我会永远离开他们。还有吗？我们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他。他留守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情绪。是我对不起大哥，我不该不帮他说话。大哥一向稳重，他这次离开肯定是对我们彻底失望了。既然我们去尼泊，我们去找天狼。天狼，是天狼回来了！天狼，你是天狼的老师林老师？我是。听说天狼人不见了，找到了吗？这不是天狼的奖状吧？他怎么都给烧了？可惜了，天狼这孩子啊，是我教过这么多届里面最努力、最刻苦的一个。即使每次考试第1名，他还是最刻苦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爸妈答应过他，只要他每次都考100分，他爸妈就回来了。我是说过这个话，可是我是怕他胡闹缠着我们，我才故意这么答应他的。没想到这孩子还用心记下了。你们这些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随口承诺，孩子会当真的。亏天狼日复一日的还在村口等着你们回来。
我们这些年确实也没怎么回来陪他，但是在钱方面也没亏欠他，他怎么会过得这么艰难？前些年啊，老太太去世前就小病不断，你们给的那些生活费根本就不够用。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他找过，听说打了几次电话，话都没说完，你们就说工作忙，匆匆给挂了。他也不敢耽误你们工作呀。后来就自己一边学习一边兼职赚钱，给老太太付医药费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孩子懂事啊，从来没埋怨过你们。昨晚我还见天朗一个人在门口等了你们很久，我心疼，叫他去我家里过夜。他说要等你们回来。妈，哥只比我大几岁，却独自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。他这次一定是对我们失望透顶了，才会选择离开的。都怪我呀！我对不起天朗，我要亲自给他道歉，跟他说对不起。天朗，对方，天朗。我已经叫全村的人都帮忙去找了，没找到人。他一个孩子能跑哪去啊？爸妈，我问了大哥的同学，他们说大哥很可能是去澳洲上大学了，这是他们大学的联系方式。澳洲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们学校有个叫翟天朗的同学入学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学校并没有翟天朗的入学记录。天朗肯定对我很失望，他再也不回来了，怎么办呀？天顺集团于今日成功港股上市，回首天顺集团创始人成功之路可谓传奇。他从澳洲名校毕业后，白手起家，仅用5年时间便将天顺集团送上海城商业之巅，而今凭借1000亿身家，坐拥海城首富之位。下面为您播报。进。秦总，您要的资料已经准备好了。小姐，这些年你吃喝嫖赌样样沾，妈把这城里的房子都卖了给你还赌债了，现在在家没钱让你挥霍。哎呀，你别装了，我上个月还看到你摘下来的金子，赶紧拿出来。那是你姥姥的陪嫁，那不行。不给，那我就把这个家砸了。还要点你个畜生，给我住手！上个月你把我在工地挣的所有钱都偷走了，前天你又来偷你妈的首饰，我们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败家子儿？你敢动家里任何一件东西，就跟你断绝关系！断？你断了？当年你们不就是这么逼走大哥的吗？现在又要故技重施，逼走另一个孩子吗？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是我宠的。少来这套，把钱拿来！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去赌了。好，您不肯是吧？我找翟珊珊用。
喂，往上次的账户里打1万块钱，现在立刻马上！我上次不是刚给你打了1万块吗？怎么又输光了？少跟我废话！你要是不转的话，你别想回这个家。董事长来了。大哥，我不会认错，但他好像不认我了。秦总，今天天盛已经完成所有对环宇地产项目的收购，从今天起，天盛集团将正式布局于房地产行业。哦，这是几个天盛集团投资建设的项目度假村选址，您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合适？明天去翟家村，陪我实地考察一下。好。翟家村是我的根，如今我功成名就，也该衣锦荣归，福泽相邻。对了，今天门口那几个新来的员工。哦，是的。他们是天盛集团最新招募的实习生，根据天盛集团的招新标准，他们呀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。您是要亲自考察一下他们吗？把资料调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把他叫进来。好，您稍等。进。大哥。珊珊，过来坐吧。大哥，这几年你去哪儿了？真的出国留学了吗？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又是怎么成了天盛集团的董事长？珊珊，先坐吧。大哥，这些年一个人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前几年吃了点苦，不过现在如你所见，过得还不错。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，但是现在我和爸妈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找了你很多次，但是都没有找到。珊珊，你告诉他们，以后不要再找我了，就当做我死了。可是爸妈真的很想你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家里真的发生了很多事。爸爸天天在搬砖养家，妈妈也没二哥气的生病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。你要是能回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现在这样，难道不是他们当初就有自觉吗？珊珊，你不要道德绑架我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们吗？现在的我没资格替那时候的我说原谅。大哥，对不起。这张卡里面有500万，你拿回去给爸妈，就当做我报答他们的生育之恩。别
别和他们提起我，也不要和他们说你见过我的事情。我明白你意思。大哥，再见。从此，我与翟家两不相欠。珊珊为了给你还债，已经欠了很多钱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逼他呀？他不给你们倒是给啊！儿子，我这还有一点，你别逼珊珊了。就这一点儿，你干什么要饭的呢？这老房子的房本，我下午拿去抵押。不行，这是翟家的祖物，你要敢动，我就死在这儿。畜生！你妈上周刚犯心脏病，你非要逼出人命才甘心吗？行，不给是吧？你们不给，要么今天你们把房本给我，要么让翟珊珊给我打钱，要么明天就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们亲手逼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我要钱，我要钱，放下！畜生！人才大学刚毕业，本月把挣的钱都给你了，俺自己连件像样的大衣都没有，你怎么好意思管他要钱？给我打苦情牌，跟着我拿钱。珊珊，妈，我中彩票了，中了500万，我用这些钱把城里的房子买回了，剩下的都转到您卡里了。以后我们终于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了。天哪！好！密码还是我生日对吧？早点把钱拿出来不就没事了？非要把身脑袋鸡飞狗跳。那珊珊的钱你还回来！老头，主要是没有工地会要你。老公。造的什么孽呀！要是姚姐有天朗一半的懂事听话，那该多好呀！是天朗回来，该多好！喂，各家各户注意啦！天盛集团要来咱们村搞开发，建度假村，各家马上来村会，面对面谈拆迁补偿方案。愣着干嘛呀？没听见广播吗？发钱了，赶紧走！我这网去不。好，大家都静一静啊！关于咱们村拆迁补偿的方案呢，天盛集团的沈总已经发来通知了。不仅呢，每家按人头补偿1间城里的安置房，而且呀，还把咱们村1年1成的盈利作为分红来给到大家啊！给钱了！哎呀！
给房还给钱呢，好政策呀！这安置房按人头算，还是城里的。哎呀，这分红照这么算，那岂不是我们1年什么都不用干，照样能拿好几万吧？是啊，咱们以后啊也有好日子过了。那可是。天盛集团果然财大气粗，居然这么大方。拆迁分房按人头补偿，咱们家4口人，也就是说能分4间房了。咱们家4口人，也就是说能分4间房了。哎呀！要是把秦天冷也算上，我们家岂不是能多分一套房？哎呀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天盛集团的补偿方案呢，还远远不止于此，人人都有份儿。下面呢，叫到大家的名字，都上来签字领钱喽！啊，都有啊！大家不要着急，排着队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，签完字就可以拿钱了啊！对，来，签完字拿钱，走人。二叔公，我们的呢？你们是不是漏了我们家的名字啊？哎，不会吧？你看呀，看看名单，名单没有你们家。拆迁人人都有份儿，怎么会就没有我们家呢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啊，我们家4口人，再怎么说也得有1口吧？没有吗？来看看，再查一下。啊，查。好好看。没有搞错，你们家1个名额都没有。放屁！我们家位置不算偏，就算改造，也不可能没有我们家吧？对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中饱私囊了。这是村委会干什么？小伙子你气怎么这么大呢？二叔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拆迁名额全村都有份，为什么就我们家没有？你得给个说法呀！贱人呐，这是天盛集团沈总的指示，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了。二叔公！天盛集团那可是企业龙头啊，沈总哪是我们说见就能见的？哎呀，这咋办呀？啊，放心好了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这天盛集团不愧是龙头企业，果然豪华。快点！天盛集团办公区无关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们是翟家村的，是来和沈总谈拆迁改造的事情的。见沈总必须预约才行。起开吧，老头。我兄弟是你们这儿总经理，我跟他打过招呼，不需要预约，懂吗？怎么敢！董事长回来了。董事长回来了。这女人竟然这么猖狂，我们都亲自来找她，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老哥，我们真的找沈总有急事儿，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我说过了，没有预约不能进。我今天就进了，他们敢拦我试试！哎呀！秦总，
翟家村的拆迁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。自从奶奶去世以后，我是吃着翟家村的百家饭长大的，没有翟家村，就没有我的现在。所以这个翟家村补偿款的方案，不要吝啬。好。还有一件事需要向您汇报，就是您的弟弟他们在楼下，我怕他们闹事儿。放他们进来，你先出去。好。陈总，让你们进去。肯定是我兄弟知道的，你等着，早晚让他看着你。你们请进来。听说你们有事情找我。听说你们有事情找我。这声音怎么这么像天狼？秦总，我们是来问一问拆迁款的事儿。是啊，听说您要求取消我们家的拆迁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错，是我要求。全村人人都能得到拆迁款，凭什么就我们家没有？偌大的天盛集团就是这么针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吗？秦总，您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天盛集团有整个翟家村的所有地皮开发权，拆不拆哪间屋子，我需要请示你们。秦总，您有所不知，犬子做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大笔钱，我们家现在很需要钱。是啊，秦总，这笔拆迁款对我们家很重要。哦，你们女儿不是最近中了500万的彩票吗？是，可是那500万绝对不够替耀杰还款，而且他要做生意投资，远远不够啊。原来500万都给了翟耀杰，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一点没变。那你们想要怎么办？秦总，我们家一共有5口人，要按5个人头来分配拆迁款。秦总，您这么大老板，应该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些小钱吧？你确定？你们家只有5口人，可我怎么听说你们家大儿子从始至终都没有进你们家的门口？袁总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大儿子的事情？翟家村的拆迁款分配是经过严格的人口调查，你们这点小伎俩可蒙不了。我们不敢欺瞒秦总，之前是我的错，一直没让大儿子把户口迁回来。后来我们对不起他，让他离开家之后一直不愿意回来，所以户口本上才没有他的名字。是啊，秦总，现在我大儿子已经回国了，回头我就带他去办户口去。没错，5口人的拆迁款1分都不能少。所以你们如今想把他找回来，只是为了多分一点拆迁款？不是的，秦总，我是真想让天朗回来，我们真知道错了。我们的确亏欠了他，我们原本想着拆迁款拿到了之后补偿他的。秦总，求求您了，逆债的已经堵到门口了，请您把名额给我，不然耀杰他就活不成了。你们明知道翟耀杰他吃喝嫖赌，你们还愿意替他兜底？也对，毕竟当年你儿子和他一起被炸伤，你们也是毫不犹豫的救他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事儿？
你难道是天狼？你真的是天狼吗？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有个男孩，他被父母抛弃，跟奶奶相依为命，在乡村留守了10几年。他的同学因此嘲笑他，看不起他。他以为他爸妈不要他，是因为他不够优秀、不懂事、不听话，所以他拼了命的去学习。我开机，2个小时坐飞机，没爹没娘没人管的晴天朗。走，我们不跟他玩。后来，他每次考试都能考到第1名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回来看过他一眼。直到他18岁的那一年，他爸妈回来了，男孩开心极了。他以为迎接他的是一场团圆，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他将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火锅店爆炸，他们小儿子和他一起被炸伤，他父母居然忘了他也是受害者。他们骗下小儿子，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他，甚至连家门锁换了这种事情都会忘记告诉他。他被锁在门外的那个晚上，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，雨很大很大，天气很冷很冷。这一个男孩，他蹲在家门口，蹲了整整1夜的时间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他所等到的只有他爸妈的责骂。男孩彻底伤心了，心寒了，他走了。几年以后，他功成名就的回来，曾经对他弃如长履的父母，居然上门来求他的原谅。这多么可笑啊！那你们说，他曾经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，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对不起就可以抚平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是他？他怎么可能会是天盛集团的董事长？天狼，没想到你居然成为天盛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从小就学习好，现在果然有出息。爸就知道你没有让我们失望。你以前不也是说我学习再好都没用吗？天狼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你只要原谅我们，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跟我们回家吧。那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。我已经给了翟珊珊我的plan，就当做是报答你们的生育之恩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秦天狼跟你们翟家再秦天狼，你少跟我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。我看你就是现在出息了，不想让我们这些穷亲戚。你闭嘴！天狼，就算你不愿意原谅我们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补偿你吧。天狼，天狼，天狼，天狼！秦总，翟家村的项目照常进行，这辈子前，我要让奶奶的牌位归入宗祠，风光无阻。我能不能自杀？我能不能自杀？怎么回事？太冷了。珊珊，你怎么在这儿上班啊？是大哥不让我告诉你们的。大哥，你去求求大哥行不行？
你求他给我们一次弥补的机会，行不行？是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当初真不该那么对待你大哥。爸妈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我们这些年已经让大哥伤透了心，破镜怎么可能重圆呢？如果是我也不会原谅他。既然大哥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们就遵从他的决定，也放过自己，好吗？珊珊，胡说什么？天朗是你大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得在一起。你去劝你大哥。爸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这10几年来对二哥无底线的偏心与纵容，已经让大哥伤透了心。大哥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10几年，才有了今天的天盛，而二哥又是被你们怎样的纵容，挥霍了多少的家底，才变得像如今这样烂泥扶不上墙。瞎说什么，你个死丫头！我他妈是你哥！为了你这声二哥，我已经做了很多了。现在我累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生活。爸妈，大哥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，我们。今日祭祖大会啊，天盛集团的董事长也会到来，大家千万不要给我们翟家村丢脸。这不是翟天朗吗？他5年前不是就失踪了吗？怎么这突然回来了？而且还抱着他奶奶的牌位来祠堂，是准备做什么呀？啊，沈总，辛苦您来一趟。这位是？这位就是天盛集团的董事长秦天朗。哦，怪不得这天盛集团的拆迁补偿这么大方，原来这都是怪不得这天盛集团的拆迁补偿这么大方，原来这都是天朗安排的。天朗这孩子呀，打小就能干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成大老板了。刚才沈总是喊他秦天朗吧？他不是早被他父母接回家改回翟姓了吗？各位乡亲，今日归乡是为了让我奶奶的牌位进入祖祠，我归入族谱，完成奶奶希望落叶归根的遗愿。同时，我已备好1000万现金，回报给翟家村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。天朗，你发家致富，依旧能饮水思源，不忘乡土，真可谓是孝义两全。你的贡献更是福泽后世，就是单开一页族谱也不为过。来人，慢着！慢着！小姐，你干什么？翟家祖祠自古以来，唯有8德完满者才能单开族谱。而他不敬父母，不守孝道，凭什么能够单开族谱？他凭什么不同意了？且不说他根本就不是翟家人，单论他与父母断亲绝情、罔顾孝道这一条，他连站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，凭什么能够单开族谱？这怕不是坏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吧？确实是祖上的规矩。我与你家早已恩怨两清，若再阻拦，别怪我无情。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。这儿是翟家村，翟家村自古以来以礼义仁孝为重，你就算是世锦首富，也不可能获得单开族谱的荣耀。二叔公，让他进了族谱，坏了祖上规矩，这岂不是会辱没我翟家村100年来的传统道德？那周边这些村子，谁还能瞧得起我们翟家村啊？表姐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我今日回来是为了让我奶奶的牌位光明正大的归入祖祠，回归族谱，完成奶奶希望我落叶归根的遗愿。胆敢阻拦我的人，我一个不会放过。二叔公，你被他吓到了，他不过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外姓人而已。要真让他进了族谱，岂不是让我翟家村人永远都抬不起头来？你笑什么？
你说我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外姓人，那我这个外姓人的钱，你敢要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奶奶从小就教育我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饮水思源，知恩图报。我秦天朗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离不开翟家村百姓们当年一口一口百家饭把我喂养长大。这本日记里记着的都是大家对我的好。翟伯，那年你家收成不好，自己都吃不上饭，还分我一个窝窝头。王老师，您为了给我凑学费，挨家挨户替我借钱。大姨，当年您看我穿的破，亲手为我缝了一件新衣裳。大家对我的好，一件一件我都记得。爸妈，虽然你们将我抛弃，但我奶奶教过我，饮水思源，落叶归根，养育之恩我不能忘。你们对我的恩情，我更不敢忘。天朗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知道你们一直替我照顾着奶奶的百味，我本想着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我帮助你们东山再起。可为什么翟耀姐她说了这么多，你们都不肯为我辩解一句？这份回报你们不值得。天狼，是我狭隘了，今日我亲自替你写到族谱上，让后世子孙知道这个事情，铭记这份教训。对，我们也同意天狼当开族谱。对，我也同意。支持当开族谱。支持滴水之恩，定涌泉相报。帮助过我的，我万倍不忘。来人，分钱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骑到老子头上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书呆子而已。我才是爸妈最爱的孩子，你他妈就是一个孤儿！翟小姐，你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我今日会百倍的讨还。天狼，他毕竟是你的弟弟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偏心于他？你难道就不想一想，你们的好儿子这些年？义子，没想到你这些年就在外边吃喝嫖赌，涉黑涉黄。我不是我，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你还要狡辩吗？凭你做过的事情，够你踩一辈子夫人心，等着接受法律的审判。带走！秦天狼，我他妈杀了你！奶奶，又是1年前，孙儿不孝回来看你。